个女人被子弹打中，再过15秒她就会死掉，但她却要用这仅剩的15秒反杀凶手。你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，那就太小看她了。原来她被子弹打中之后，时间突然停止。这时死神走过来，告诉她，她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15秒，只是在这段时间里能够随意的掌握倒计时和暂停，只要小心操作，甚至可以一点点的行动。所以女主第一步就是要回头看看凶手是谁。时间开始流逝，子弹也穿了过去，可还没等她回头，就喊出了暂停。原来时间开始之后，痛感也会自然恢复。女主没想到，所以浪费了1秒钟，但现在她也做好了准备，一定要看看凶手是谁。时间再次开始之后，她成功的转过身去。看到了凶手，但是女主更加疑惑了，怎么会是他呢？此人名叫没穿裤子，是女主的患者，她妈妈患有重度的精神紊乱，也是靠着女主开的药才能勉强生活。虽然她很孝顺，但没多久之后，她母亲还是服毒自尽了。可能是裤子以为女主开错了药，她母亲才会死的，但女主对她问心无愧，于是迅速扫了一眼屋内能够反杀凶手的东西，她绝不能让裤子杀了自己之后仍然逍遥法外。只见她迅速打翻面粉，回头之后又关掉了灯。时间只剩下了11秒，原来面粉的作用是凶手进屋之前必须要换鞋，要不就会留下脚印，这样就能够为自己争取10秒钟的时间。再次开始之后，他赶忙扒掉桌上的杂物，写下了凶手的名字。现在只剩下了8秒，可是这字是不是有些大了？凶手应该一眼就能看见吧？但这正是女主的目的。再次开始之后，他迅速的打碎花瓶，把水均匀的扫在桌面，然后扔掉写名字的笔。现在时间只剩下7秒，这样的话，就算凶手看见名字，如果想要涂掉，也会因为是不同的笔而被以后的鉴定人员发现。但这并不是最绝的，因为他知道凶手一定会发现这个笔不一样。再次开始之后，时间只剩下了5秒，他把花枝插入了插座里。如果凶手想要改掉名字，就必须要把花枝拨开。而此时地下如果也有水的话，是不是就会中电了呢？这个女人还有8秒钟就要死了，但她却要用这8秒反杀凶手。只见他写下凶手名字之后，又打碎花瓶，把水涂得很均匀，最后拿出花枝插进了插座里。理科好的应该都知道，现在松手之后，有水分的花枝就会碰到桌上的水。如果凶手想要涂掉他的名字，就必须得挪开花枝，但现在碰到水还不会导致触电，所以还得这么做。开始之后，迅速的踢翻水桶。时间还剩下5秒钟，他的陷阱也布置完成。现在洒的水已经接触到了金属，如果站在这个位置修改名字，身体就会受到100伏特的电击，这远超人类承受的极限，所以肯定会死。现实也和他想的一样，凶手过来发现自己的名字就要赶紧涂掉，而手一旦要碰到花枝，就肯定会电到自己。不过那凶手之后又醒了过来，原来前天女主上班发现包里的安眠药不见了，就来到了裤子家里，果然是他那个有些神经的老妈偷了。和药在一起的是他妈妈写的遗书，女主趁机换掉了他偷的安眠药，可这一幕恰好被回来的裤子看见。虽说当时找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，可不久之后他老妈就改喝毒药死去了。如果女主当时就能制止的话，或许能阻止他妈妈自杀，但当时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却是生怕这件事会被曝光，这样自己就会被追究责任，所以就为了自保隐瞒了这件事。想到这里，他再次开始现在拿掉了一只，就不再会致命了，这也是他做出最大的让步，但还是要在仅剩的4秒钟内留下其他有用的信息。可一声开始之后，他又中了一枪。原来凶手看他没死，就又补了一枪。现在只剩下了不到1秒钟的时间，但就算这样，他也要让凶手知道真相。于是看了一眼信封之后，再次开始。左手拿到信之后，右手还没写上凶手名字，便去了西北。而凶手醒来之后，毁掉证据，看到了女主手上的信，便拿回去看了。现在他才知道，母亲不光换了自己的药，并且把他的药也换了，要带他一起死。而他所杀的女主换了他的药，正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不过调查人员却在现场发现了凶手的名字，原来是死神看女主善良，送了他一份礼物。